煮汤圆时，切记不要直接下锅，多加这2步，汤圆个个不破皮不露馅。每天分享精彩生活小妙招，简单实用围绕在身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汤圆很难买到现做的，它不好保存，所以平时买到的一般都是速冻的。速冻的汤圆打开表面都有一层冰霜，冰霜里面还带着粉质，这层冰霜一会就会融化，融化以后就会粘在一起，直接把它倒进锅里面煮，就特别容易糊汤。很多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漏馅破皮的情况。汤圆虽然简单，但是想要把它做好，不破皮不漏馅也是需要技巧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小技巧，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不漏馅，软糯香甜又 Q 弹，非常的好吃。下面是煮汤圆的详细步骤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，也就是正月15，吃汤圆赏花灯。正月15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日，为了纪念这一天，北方人吃元宵，南方人吃汤圆的习俗。元宵节起源于汉代，为了纪念这一传统节日，在隋朝和宋朝有送汤圆随灯的记载。正月15吃元宵，寓意月圆人团吉祥之意。桂花香线裹胡桃，江米如珠江水淘。见说谁家滴粉好，是灯风里卖元宵。一首上元烛之词的诗句，说的正是正月15吃元宵赏花灯。我们需要把买回来的汤圆倒盘子里面，可以看到这种的冻汤圆表面都有大量的冰霜，而冰霜和干面粉包裹在一起，这上面的一层冰霜直接下锅的话，当表面的冰霜和这一层面粉遇到热，就会立马快速溶解，溶解掉就会粘连在一起，出现大量的糊状，这样做出来的汤圆特别容易糊汤。像这种的冷冻汤圆，一定不能直接下锅煮，需要把它倒出来，放到水里面浸泡30秒钟，一定要用冷水来泡，这样让表面的冰霜快速的溶解，还可以给汤圆补充水分，这样在煮的过程中，汤圆不会容易出现破皮裂开的情况了。汤圆倒进冷水中时候，要快速用勺子搅动，不然的话，表面的冰霜溶解后，汤圆就会粘在一起，成为一大坨。20秒过后，把汤圆控水捞出来，下锅前被浸泡过汤圆表面，冰霜已经溶解，也洗去了表面多余的面粉残留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个个软糯清爽，不糊汤。看到浸泡过汤圆的水，里面会有大量的干面粉残留，这就是你煮汤圆糊汤的原因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，再把水烧到这种密集泡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叫似开非开的样子，再往里面加入1小勺绵白糖，接着用勺子将白糖搅拌至完全溶解。俗语说要想甜加点盐，煮汤圆时加点盐，不但可以防止汤圆破皮漏馅，而且煮出的汤圆口感也更好。另外，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出一个漩涡后再下入汤圆，也是为了防止汤圆粘锅破皮。煮汤圆时水也要加足了，如果水加少了，汤圆煮不开，很容易粘连在一起，把汤圆粘破皮。煮汤圆用冷水还是开水？煮汤圆时，有人冷水下锅，有人开水下锅，其实这2种做法都是错误的。如果冷水下锅，汤圆外面的糯米粉遇冷不仅不易凝结，还容易融入水中，加上用冷水煮汤圆的时间比较长，汤圆长时间在水中浸泡，容易出现破皮和加生的情况。汤圆是常温的，可以用开水煮，但是现在的汤圆一般都是冷冻的，而冷冻的汤圆遇到滚烫的开水，受到温差的影响，特别容易开裂。
正确做法是将水煮至冒小泡，没有完全沸腾时，我们舀出来一大碗水备用，然后再下入汤圆，这样汤圆不易破皮和开裂。这个时候，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，为什么要放入白糖呢？放入白糖可以增加水的浓度，这样煮汤圆的时候就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。加入白糖后，将它们搅拌均匀之后，咱们舀出适当的温水放在碗中备用。然后将汤圆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汤圆下锅后，用铲子陪它们愉快地玩耍一下，铲一铲，以防它们相亲相爱黏黏在一起。大火等水开，这时候会发现汤圆们有慢慢安静下来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大火沸腾，小火慢煲，文火慢煮。大火适合爆炒，文火适合慢煮，小火适合慢炖。而煮元宵最适合用文火，一是文火能让元宵保持它自身的圆润的形态，二是用文火煮熟的元宵个个软糯口感好。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文火到底是个什么火。以我们家中用的天然气来说，把开关拧到标志上，火力最大的是大火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此时灶头上全都有火。文火就是天然气中的第二档，中间有火，外围的火似有非有，而小火就是最小的那个。等到锅中水开始点水，要用温水，就是刚刚舀出来的那一碗，千万不能用凉水。点水主要起到3个作用，第一可以起到降低的作用，这样可以防止开水沸腾，使汤圆翻滚导致破裂。第二，煮出来的汤圆汤汁会更加清爽，一点不浑浊。第三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使热量进入到汤圆中，煮出来的汤圆不加生。煮至浮起即可出锅装碗食用。盛汤圆时，要用勺子连汤带汤圆一起舀，而不要像盛饺子一样，用漏勺往外舀，用漏勺舀，汤圆会粘到一起，不但会将汤圆挤得很难看，而且容易造成汤圆破皮露馅。选新鲜的汤圆，甭管是自己做汤圆，或者是从超市里买汤圆。提醒大家，买汤圆时一定要选择日期近的。日期越近就说明汤圆的口感越好，新鲜度越好。如果日期已经过了3、4个月了，那么这样的汤圆最容易影响口感了，而且煮出来的汤圆口感也会特别差。大家煮汤圆时一定要记得选择新鲜的，最好是选择正规厂家的。带有托盘的汤圆品质最好了，因为这样的汤圆煮出来后不容易粘连。有些汤圆都是粘连在一块，那么这样的汤圆肯定开水下锅煮就烂了。挑选汤圆一定要选用新日期大品牌的，切记不要选用老日期或者是小厂家的，这样的汤圆不仅不能保证新鲜品质，它的口感也会特别差。汤圆虽然好吃，但也不要贪吃熬，毕竟是糯米制品，吃太多不太好消化。煮汤圆最忌水开直接煮，牢记这几点，煮好的汤圆软糯香甜，不破皮不露馅。汤圆比较软糯，里面还有夹心，吃起来的口感非常 Q 弹，个个都是完整的，咬一口夹心汤汁全部都出来了，非常的香甜美味。下次煮汤圆时，不妨就用这个方法来煮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精彩的视频分享好了，您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就麻烦您好评价转发吧。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生活小技巧，欢迎点赞加关注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小妙招，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了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